家里出来骂人了呢！一男一女，你想能出啥事儿？我瞧这汉子也不像你那贼夫人有丝的样子，两人都衣衫整齐着，这若真有丝，也不至于上樊楼来。不如把他打一顿，丢到西郊里，反正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丢在西郊，只怕他去告官。先扣着，等事情料理完了再说。如果大娘子不来提人，谁都不许见。老太太，大娘子，红儿有什么不好的消息？哦，主君。 还没消息呢，是大娘子，她把林小娘绑起了，说是她出去偷人了。祖母，祖母，老太太。姑娘，她的证词也算全了，老太太看了也挑不出错来。快，找个人牙子发卖了出去。是。阿娘，你们干嘛？你们死人吗？进来呀！住手！冤枉！住手！娘子，我是被冤枉的。 这是东京官眷的家里，做妾的竟敢来围攻主母的院子。大娘子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！你们想冤死我小娘，你做梦！主母，天生我一个活人下来，你恨我也就罢了，为何要冤枉死我？当初你仗着肚子大了来到我家，逼着我吃你的妾室茶，你这么不要脸的货色，刘妈妈还冤枉你不成？ 你们胡说！你们想屈打成招？得了，刘妈妈亲眼见你私会外男于密室，还拉拉扯扯掺杂不清，母亲大人也已经知道了。你要是喊冤，就到她面前去喊吧。就是到了老太太那里，我也一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好，你说你不是偷人，那你私会男人做什么？清清白白。大娘子若是不信我，你就把那个员外叫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 叫啊，叫啊！把那个员外叫过来，我们当面锣对面鼓，一五一十的把话说清楚。怎么，大娘子怎么不敢叫人来对质啊？放肆！这哪有你说话的地儿啊？小娘，咱们回去吧，不跟他说，等爹爹回来，爹爹自有处置。四姑娘，这里是处置你庶母阴私事。 你在使姑娘，云英未嫁，不便在此久留。来人，把四姑娘送回去。别，哎，姑娘到了。母亲呢？母亲大人怎么没来？祖母听说这样有辱家门之事，一气之下晕倒在床，现请郎中再看。 差我过来传个话。你还能传话？祖母说，此事交由大娘子全权处置。若林小娘真做了丧德败行的丑事，绝不轻饶。盛明兰，你胡说！是，儿媳谨遵母亲的训示。我是冤枉的，冤枉的！
等主君回来，自有你们好看。你这不要廉耻的东西，你还敢提主君？他要知道你有辱门楣、偷人窃物，还会护着你。大娘子一心想速速将我发落，老太太现在又称病不出，这2件事情，怎么巧得跟商量好了一样？你个嘴巴不干净的东西，敢污蔑老太太！大娘子，快发卖了，免得脏了你的院子。大娘，六姑娘，你云英未嫁，这里很不宜再待了。大娘子，倪兰告辞。你在里边呢吗？上去！你不能进来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拦着我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先开！救命啊！哎，三公子，救命啊！老婆子事先不知，大娘子卖的是家中妾室。怎么？你做这牙行的买卖多少年了？什么大户人家的妾没卖？大娘子息怒，老婆子见过这位小娘，也知道她是主君眼中要紧的人，只怕主君回家见不到人，怕迁怒怪罪呀。他被夫偷汉，我家官人只会谢你处置了一个心头大恨，怎么会怪罪？看样子，张婆子你是觉着我做不了这家里的主了。也罢，京城不独你一个人牙子，日后我们盛家的生意你就不要做了，我们王家的生意你也不要想了，还有袁家的、吴家的。听说你有一个生意场的对头，是一个姓卢的娘子，你觉着她敢不敢来接我这桩生意？大娘子说的是，小人蠢了，要不小人先看看品相，然后再让大娘子签下字据。哎，公子，两位啊，这是我母亲生死大事，求两位怜悯啊！我们吗？哎，公子，快！哎，你快，你先给我解开！你先给我解开呀！别打雷劈的！你想趁主君不在家陷害我。自古说捉奸拿双，你把那个奸夫叫出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这次盖封府，我也要同你去。张婆子，今天要是敢生了我的生气，你就等着主君回来，抽了你的筋，扒了你的皮。这，大娘子，不然还是找那人对质一下吧。哎呀，我说的也安心些。这是人来了！你们不能进去！让开！哎，去！让开！哎，你慢点，慢点！哎，让开！慢点！哎，慢点！岂有此理！这里是后院女宅，你们2个汉子闯进来，成何体统？事关清白生死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。这就是与我小娘做店铺生意的徐员外，你可以问问他，到底是不是通奸偷汉？岂有此理！啊，我与这位娘子清清白白谈生意，啊，先前只是因为女使从中说话，我不放心，屡次催请她才肯出来相见，啊，这就让你们绑到这儿来了。你们还有王法吗？还有王法吗？你说什么生意？什么生意？灭不田地的生意。那有画押字据吗？这么残忍！你们进来就把我捆了，还谈什么话呀？
就是没有。谈生意。当初你说跟我官人谈诗词，就谈得肚子都大了。如今你说谈生意，我瞧着是将家里的铺面田地去贴肩腹才是。哎，你大娘子慎言啊！孩子，你怕什么？你既姓了盛，我自然是认了你的。只怕是你有这样的生母，日后连仕途都难保了。你这杜甫，你想置我于死地？我这妾室再卑贱，儿子也是在盛家族谱上挂了名的，由不得你们这么作践陷害。要想给我扣上这些罪名，那就回酉阳老家，请合族的耆老来开祠堂断是非，到时候要打要罚，我心服口服。开祠堂？为你一个贱人的丑事去惊动盛家的尊长，你脸可真大，别做梦了。不惊动祖宗，那这惊动官府了啊！大娘子不嫌丢人，好呀，那咱们就到开封府大堂上去讲讲理。盛长风，你现在就去击鼓鸣冤，快去！拦住他，让他去。只要开封府的人眼睛没瞎，绝不会听一个妾室的片面之词。打官司你们也赢不了。大娘子，这事儿可别闹到外边去，这商人也未必听咱们摆布啊。他们一男一女密室相会总是真的，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一旦闹上了衙门，主君回来处置的肯定是娘子，不会是那贼妇的。处置不处置的，于我而今又有何区别？他难道还能休了我不成？只要今日大娘子定死了这贼妇，日后便可安安稳稳的睡觉了。是啊，安安稳稳的睡觉。怎么样了？大娘子支应不住，林小娘说要去开封府府衙告官断定，大娘子竟然说随便她告去。什么？出发了吗？有2个小厮去开封府敲鼓，已经走了。怎么能去府衙呢？必定得拦住啊！大娘子不让拦着，我们方才说了老太太病了，也不好派人的。长柏在家吗？二哥正和顾家二公子书房谈话呢。那岂不是正好？就算二哥哥没有手下，那还有顾二叔呢。上哪儿去？哪儿啊？上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什么鬼？别过混！大娘子颠倒黑白，栽赃陷害，等主君回来问清了案子，自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哼，我一个大娘子还治不了你一个小妾，给我送去开封府，不动手的一律轰出盛家。娘，娘，把他轰出去！老太太叫六姑娘带传对林氏的处置。处置！住手的，住手！娘，娘，林千霜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母亲传下话来了。他老人家腿脚不便，倒是耳聪目明啊。隔着几道子院墙，这院子里的事儿竟然也知道。你少废话，你快说。大娘子和林小娘各自禁足微蕊轩和林七阁，不准随意走动。大娘子莫怪，我只管传话的，这是祖母的原话。是不是祖母的话还未可知呢？岂知不是你自作主张，假公济私害我小娘？你私带外男擅闯内宅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你别怕他，你接着说。大娘子整肃家风，林氏外间密室私会外男，证据确凿。但通奸一则，
尚不能定。你傻呀你！你后半句大可私下说与我听，做什么在这贱人面前提起？我那是什么私会啊？我那明明是谈生意。祖母猜到林氏有这话，让我问您一句：若是正经谈生意，那为何要乔装改扮？林氏正法，着20戒尺。大娘子，祖母的话我已经带到了，我先回去伺候汤药了。彩环，送送六姑娘。摁下去。你带着外人擅闯内宅，这件事无论说与谁听都是罪，不如一并罚了，你来掌刑吧。王若甫，你个贱人！你敢以子打母，逆人大伦！等主君回来，有你好看。母子？谁的母子？我才是他的母！你是什么？你是盛家的奴婢！打！你若不打，你私带外男擅闯内宅的事，等你父亲回来，我会仔仔细细说与他听。还有你房里的那些莺莺燕燕，就等着你二哥哥去说给他听。你没吃饭吗？给我狠狠地打！王老夫，林氏若不叫出来，就不算数。呀！虽说没将林氏一脚踩死，能打他几鞭子，也算是解恨。出了这些年我被他压制的一口恶气，你心里还笑得出来？能让长风打林氏，真是昏了头了。虽说嫡母是您吧，可是他从小也在他亲娘身边养大的，这真要是上了公堂，母亲你可是要被申斥的。难得如此机会，我自然想铲除林氏那贼妇，这样在院子里日子还好过些。再说，这是你祖母的意思。是我祖母的意思，还是让您看紧门户，约束下人。可是没让您这么胡来呀！这要是祖母处置那个姓林的，他才不会闹出这种局面呢。您瞧着吧，这回姓林的可逮着了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等我父亲回来了，他可且有的闹。闹什么？主母就是统管内宅的，啊，他有嫌疑，我还不能查问查问了。就算是查问错了，官人还能休了我不成？是不能，可是这夫妻的情分也就越发淡了。啊，我让你去打听你父亲在宫里的消息，有没有接过？哎呦，母亲，你总算问到点正经事儿。我让文少都四处打探了，一点风声都没有，就连我公公老婆爷也不清楚。我就是为这个特意跑回娘家一趟的。可是我一回来，碰到这些事。那你爹爹出事儿了，袁家没轻慢你吧？公公什么都没说，婆婆就多少讽刺了2句，没事的。哎，母亲别担心了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
你那个婆婆平日只偏袒大儿子，当初那袁大郎险些把你的聘宴拱手让出去，你那婆婆都没说他两句。这你娘家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她能放过你？总不过拿出点钱来补贴大房的用途，买个清静呗。没事儿的。我这是走的什么霉运呢？郎君凶吉未卜，姑娘又在婆家受气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怎么过呀？母亲。谢谢二位内官。主君，你主君，哎呀！求佛祖菩萨各位天尊，保佑我家官人平安归来，求求了。主君回来了，大娘子，主君回来了。人呢？他人呢？主君说先去寿安堂给老太太请安，差东荣来给大娘子报个平安，怕大娘子急坏了。快去寿安堂！官人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官服俱在，胳膊腿儿俱在，天尊菩萨保佑，盛家祖宗显灵了，官人。好了，快去给母亲请安，揪着我哭天抹泪的像什么样子？母亲万安，祖母万安。好好，回来就好。2日1夜未归，你也乏了，且去沐浴更衣，休息片刻，再来回话。那儿子去就来，不急于一时，你且与他们母女团聚团聚，晚饭时刻再来请安，也是一样的。祖母，您为何不问问父亲为何留宿在宫中啊？若是喜事，一早便说了。你看他一进门，臊眉打眼的，满头满脸的官司，8成是让官家数落了，何必再多问？只要与盛氏一族兴衰无碍的，他愿说就说，不愿说就随他吧。父亲，快去！快去！快去叫灶上烧些热水来，
伺候你父亲沐浴。快去。哦，好。我一会儿去小厨房瞧瞧，做几道官人爱吃的菜。官人要吃酒吗？我这里有几坛子好酒。好，什么都好。娘，那我也去厨房帮忙。你就待在这儿，让为父好好看看。好。这半年没回门了，我怎么瞅着比上一次要瘦了呢？嗯，我的一点小事儿不足挂齿，倒是父亲您究竟为何2日不归啊？这家里头都人仰马翻的，母亲急得上火，眼睛都红了。为了我的事儿，还要让你劳师动众的回娘家一趟，不枉我疼你一场。禀主君主母，袁家派人来接大姑娘回去，说是伯爵娘子问大姑娘还要在娘家住几天，何时回去，家中内宅的一应事务，都等着大姑娘回去料理呢。哎，婆婆盯得太紧了，还好，女儿看到父亲平安回来，我就安心了。爹，娘，那女儿告辞了。我们女儿是他们袁家的儿媳妇，不是杂役老妈子。你嚷什么呀？花儿，老太太正在想办法。你是她跟前儿长大的，她不会眼看着你受苦不管的。哎，对，老太太心里有打算了，你先忍忍，实在受不了就回娘家住几天啊。可千万不要自己苦撑着，报喜不报忧。我知道了，娘，你别担心我了，你放心吧。爹，花儿告辞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不是叫你们禁足吗？峰哥记性这么差，外男不得擅入内宅的教训，昨日讲的今日就忘了。听闻主君回府，妾身甚是惦记。峰哥更是思念父亲，苦苦央求让我带他来，只求见上父亲一面，便安心了。哼，这儿哪有你们站的地儿？出去！红郎，红郎，红郎，你可回来了！红郎，红郎，红郎，爹，父亲，站着。爹爹，女儿总算见着你了。芳儿，哎，方才听你娘说，你对我甚是思念呢。是，风儿这几日没有睡好一个整觉，眼睛都熬红了。父亲安好，儿子甚是惦记。父亲在宫中没有受苦吧？受苦？官家把我留在宫里头，住高屋大殿，吃琼浆玉液，相谈甚欢，乐不思归呢。恭喜父亲，贺喜父亲！你个不知好歹的小畜生，你听不出这是反话吗？红郎，这是为何呀？为何？就为了他胡言乱语，我险些丢了半条命去。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逆子！红郎，爹爹，红郎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可是你的亲骨肉，红郎。亲骨肉？我没这个儿子。你现在念着我是他的父亲了是吗？啊？你知道官家为何要把我勾在宫里吗？你问问他，你自己知道吗？整天在外边鬼混，认识了一帮狐朋狗友，喝酒侠妓，大放厥词，
竟然跟野王那边的人在一起胡言立楚之事，醉言醉语的让人听见了，都传到官家的耳朵里了。那岂不是闯下塌天大祸？塌天大祸！哭！官家也知道，臣下们多有参与隶属结党之事，为了敲山震虎、杀鸡儆猴，把我这个五品官给扣下来，一整天冷着不见面。我在门人的偏殿里头，我待了1天1夜。陛下何时召见的？陛下吩咐了，教圣大人在此等候，不准离开半步。啊，我想更衣。那滋味儿，那滋味儿就像是头上悬了把利剑，生死一线，时刻都是煎熬。陛下。陛下，臣衣冠不整，陛下恕罪。卿昨夜睡得安稳吗？回陛下，臣坐立不安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好啊，你也知道难以入睡的滋味。臣惶恐，求陛下明示。国无储君，无师栋梁，朕焦头烂额，彻夜难眠。你家小郎君却在酒楼之上，高谈阔论皇家立储之事，想必是你早有定论了。那你不妨给朕说说，让朕也睡个安稳觉。陛下，臣实在不知啊。朕听说，春闱放榜，盛家三子长风、秋静之子邱可立彻夜欢歌，席间谈到了眼王强干，出身高贵，早晚会做储君。想必是你在家里作此议论，熏染了儿子。不，臣不敢。都是犬子无知，犬子年幼，不懂朝政，这都是他酒后胡言。考场都进去了，又出来了，怎么叫不懂朝政啊？大丈夫当忠君爱国，不如做个纯臣，何必无谓争执？陛下，臣时常在家中教导子女们，天子英明仁厚，不论做什么决断，必定是于国于民大有裨益的。
臣又时常教训子侄们，大丈夫当忠君爱国，不要做无谓的争执，做个纯臣才是正理。你倒是个明白人，但是教子无方啊！你的这些话，你儿子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小儿酒后失德，交友不慎，臣必当大力鞭笞，让他以后不敢再胡言乱语。让你多嘴多舌！爹爹让你攀龙附凤！让你多嘴多舌！爹爹让你攀龙附凤！我让你胡说八道！你那个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！那在座的那些，你知道哪些是跟邱家有嫌隙的？嗯？你又知道哪一个是官家的耳目？你知道吗？给我拖出去，接着打。爹爹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爹爹，手下留情，不能再打。爹爹，他要出人命了，爹爹。往死里打！红郎，今日即便是打死了，也好过全家送命。红郎，定是有人乔峰儿结交高官，眼红嫉妒，这才在官家面前搬弄是非，蒙蔽圣上。官家将何时何地说得清清楚楚，你说他被人蒙蔽，你说被蒙蔽了。我们这种文官清流，家规何等森严。如兰不过是多走了几步到厅上，尚且被罚彻夜跪祠堂。长风闯下如此大祸，挨几板子算是轻的。像你这种怀身大度入我家门的东西，自己的脸皮都不要了，还想祸害主君的颜面。依我看呐，都是养在你屋里养错了，好好的一个孩子都被你教坏了。大娘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长风这孩子他闯了出来，没能让你逼死我。你恨我就是，你打我就是，你干嘛还要逼死他呀？1、2千银钞的田地铺子，你问都不问，拿着出去与人密会，你敢说你不是席卷细软，同人私奔？你说话要有良心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我只是同人在樊楼签字画押，你怎就说我？你怎么就说？哎呀，主母娘子，我早就已经发誓，不会将你把宫中的钱拿去放印子钱来补贴娘家的事情告诉红郎，你为何非要这样逼我？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什么印子钱？没什么。好啊，这可真是好啊！啊，墨儿，你看见没？咱家真是好啊！啊，你主母有事，你小娘也有事，好啊，那就都分说分说，让我这个做衙门的给断个案，断你们这个狗屁案！奴婢还听说，主母买了边境郊外一块水田，险些吃了官司，幸亏王家老太太帮忙，才得以平息。若不是今日，主母再曾非说我有不闻之事，我此事以前你为何不说？嗯？爹爹，大娘子是后宅之主，小娘不敢胡乱议论。若不是今日被冤得百口莫辩，快要死掉，这才只好。你说，有无此事？
主君息怒，我们大娘。你若有意瞒我，我还是可以从别人那儿打听来的。借钱给姐姐去放贷吃利钱，也是生财之道，贴补家用。也从无亏损，赚来的利钱分一些给我姐姐，也不能算是贴补娘家吧。好啊，可真是好啊！咱们家都穷到这个份上了啊，是吗？堂堂卞家，天子脚下，皇城根上，你一个官眷，你敢放银子钱？你敢做收地的官司？我瞧出来了，你是想看着我被罢官赐字，被流配了，你心里头就高兴了是吗？嗯？红郎，也不要责怪主母娘子。你也好啊，穷的都过不下去了。你逼得没有法子了，这才典当家产是吗？不，这是上几个月就谈好的买卖。官人，这是诛心啊！我全是为了这个家好啊，官人。爹爹，你也不要冤枉我阿娘。官人，爹，爹，千万不要受人蛊惑呀！我们大娘子是好心。爹爹，你也不要冤枉我小娘。官人。你们都闭嘴吧！天爷呀！我在宫里头提着脑袋的时候，你们在这个院里头狗咬狗。倘若我真的落了难，流配的路上，可有一个会跟着我呀？嗯？滚！都滚！一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
应是绿肥红瘦。